又传说佩洛西即将访问台湾，如果没有战术阳性，美国这次算是把什么样的砝码放上台面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又一次称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计划8月份访问台湾。我们为什么要说又？因为4月份就有媒体说他要在出访东南亚的时候跑一趟台湾，后来由于佩洛西等人核酸检测阳性，哪儿都没去，当然就更谈不上去台湾了嘛，史称战术阳性。这次佩洛西8月底到底会不会再跑一次？我们可以等着看看美国官方怎么说，是不是又一次借媒体放出一个风声，给台独虚拟进补，顺便测测我们的反应呢？说到反应，我看到咱们很多人已经非常着急了，不过我倒是不急。当然了，如果他真走这么一趟，事情严重性确实是非常严重的了。这是美台开始恢复高层次的官方接触，和以前一群议员去台湾绝对不是个性质。议员可以不算官方身份，但是佩洛西不一样，他是众议院的议长啊。如果总统、副总统因为特殊原因都出了什么问题，众议院议长就要接任总统的职务了。这意味着美国政界越来越明显的倾向于把台湾视为中国之外的一部分，这种态度也可以通过美国军方一些文章看得出来。比如前几天，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艾利克·斯密斯将军说，中国大陆对台湾有持续不良行为，对日本和南中国海国家进行各种欺凌，所以美国要在太平洋保持军事存在。我感觉这些说法都是中美在未来的一些谈判上美国人想用的一些筹码。但是为什么说可以不急？因为佩洛西亲自跑出来，也说明了美国感觉光靠几艘驱逐舰，光靠一些贸易制裁手段，其实没有任何实际的威慑效果。那么就要把第3号 boss 送上台面了。而且前一段时间，蔡英文说了一句不再追求形式上的台湾独立，也是让佩洛西可以有个台阶儿，这样他可以宣称去和台湾当局谈别的问题，不算支持台独。如果蔡英文还高喊必须独立的口号，那就成了美国说的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佩洛西恐怕也不敢直接跑过去承担这么大的政治责任了。至于说如何应对，有著名报纸前主编出主意说，解放军战机可以选择在适当距离上伴飞佩洛西的专机，与其同时进入台湾岛，掠过其降落机场上空，然后穿越台湾岛返回大陆。这个主意倒是听得我一身冷汗啊！伴飞他的飞机，还让他降落在台湾，您这是示威还是护航啊？这不成了在解放军的许可下降落台湾了吗？而且如果解放军没这么做，您这是打算引导民众骂解放军怂，就夸您一个人是汉子吗？中央军委才有的决策权，别以为您自己手里边也能分一半。可能也有人说，我们肯定又是喊过去那几句话，比如什么图谋注定不能得逞，什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确实，这种喊话人家不会当回事儿，而且人家听了这么多年都能背下来了。我们什么都不用说，人家都能够准确地猜出内容。但是外交上表示反对是个必要的程序，这个态不表是不行的。我觉得最有可能的应对措施是加大台湾周边，特别是台湾东部水域的训练还有演习力度。这不仅仅是示威，而是要真真切切做好付出巨大代价、坚决打赢这仗的准备了。面对讹诈，低头一次等于低头无数次。另外，在经贸领域要对美国有针对性的采取一些措施。美国希望制造业回流，美国希望供应链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希望缓解高通胀带来经济压力，这些都是美国明显的弱点。针对美国这些规划，找到弱点进行打击，这才能叫稳准狠。最后，其实还可以提醒一下佩洛西，如果你以后要去台湾，我们可以不反对，前提是你去中国大使馆拿一个旅游签证，然后凭着 HDC 防疫健康码国际版才能入境。以后你的事儿不归外交部管，要归海关和防疫部门了。好，关于美国这位众议院议长是不是会窜访台湾，我们如何应对，今天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